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吞噬天地》完全版高清视频流程。今天是第4期，要收孔明了。从星野出门，得到了刘表病危的消息。咱们来到荆州城。原版的话，这里文案应该是蔡瑁窃喜。看刘表这个头像好像哪里不对，这一满脸的都是头发。那二五仔一击来报信了，咱们只能从密道逃跑，因为蔡瑁要暗害刘备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一级知道刘表的卧室里边有密道呢？这个问题小的时候你想不到啊，现在呢你还不能深想，还不能细琢磨。现在这个迷宫是整个游戏当中设计的第一个稍显复杂的迷宫，很多小伙伴当年可能这个迷宫绕起来有一点麻烦，或者呢宝箱拿不全，但实际上你熟悉了路线之后，这个迷宫有5分钟你就能走出去，并且拿到所有的宝箱。整个游戏最难的迷宫应该就是拿血书的那个迷宫了，因为有的地方呢是没有容错率的，走错了呢墙就给你挡住了。左边是一条死路，所以咱们就不去了。玩原版的话，我喜欢在这个迷宫里边练级。而且这个迷宫的宝箱也是比较多的。好，下来之后迷宫的前半段就走完了。下半段呢，咱们先要往西移动，中间有个梯子先别上，上去呢就容易出迷宫了。咱们先往西面走，西面可以拿到8、9个宝箱，然后再回来上这个楼梯，基本上就是只剩一条路了。因为我从小就玩这种 JRPG， 所以说走迷宫的话困难还是不大的。其实迷宫有1万种方法可以恶心你，大家想一下当年的《荆轲新传》，那个迷宫呢，其实你手绘了地图啊，你发现那个迷宫不是太复杂，但它的御敌率实在是太不科学了，你走不动路啊。走一条直路，走20分钟，你忘了哪条路线拐了，哪条路线没拐了，就时长太长了。像这个战斗节奏也应该是比2代要快的，所以说分支路线你很容易记得哪条路走了，哪条路没走。铜枪铜剑，我现在的武器枪应该是比较落后的。因为队伍里呢是1把剑、2把刀、2把枪。刀的话，过关斩将的时候拿到了1把铁刀，在洛阳的东南侧找到的。那枪现在是2把铜枪。行了，咱们返回刚刚楼梯那个位置，上去应该还有2个宝箱要拿。宝箱是不要错过的。这个玩 RPG 游戏我就有这个强迫症，一定要拿到所有宝箱。
行了，这是最后一个，然后从南侧的梯子上去就出门了。这个迷宫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，还行，挺顺利的。不然如果在里边迷路半个小时也是他。上楼梯，上个楼梯和云长等人走散了，就剩刘备和陈登了。上楼梯走散了，那关羽和张飞是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吗？这里呢，咱们少一个军师，司马徽这个中介呢，要给咱们介绍。深夜有人来访，原知何来？那这里是徐庶。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，盖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者。刘备打听了，突尔那人是谁？水镜先生建议咱们去最东边的村子。关羽和张飞回来了。最东面的村子，咱们需要因为上一期咱们打了3个村子的山贼，黄金余党，这样咱们需要从最后一个村子继续往东走，继续往东走，过桥进山洞。徐庶在这个山洞里面藏着。山洞里面只有一个宝箱，是一把铁剑。这个剧情2代就没有，加入了一段徐元直走马见诸葛的剧情。徐庶加入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直接回新野了。在这里，行了，加入了。徐庶是用剑的。回到新野，咱们看一下175242，我智力很高，智力相当于95左右了吧。1级又来报信儿了。曹操的先锋已经到达白河，看就在城北，还扎了一个营寨。那这里呢是吕旷和吕翔2个乐色啊，总攻。先锋既撤，主队必来，咱们再次出城。曹仁和李典，这里要徐庶来破阵了。第一回合防御，那你可以用一个计策，但这个计策是不会中的。咱们就等着赵云冲阵了，冲阵之后他这个阵就散了。可以了，总攻就完事了。
那在录制的期间，涉及到阵容的变动的时候，需要跑一些编程锁，这个流程可能就给大家剪掉了。收到了许昌的来信，那许叔要走了。在这儿和他对话，他提供了诸葛亮的住址。这个住址呢，在新野的西侧。2代原版的话，在大东边，几乎是刚刚山洞的那个位置。其实现在呢，咱们可以走博望坡拿一下宝箱，但是感觉博望坡没有什么好的东西，就先算了吧。这里开始三顾茅庐，咱们是第一次跑到这儿。这是诸葛亮他弟告诉咱们，诸葛亮去楼桑村了。楼桑村就是咱们这个版本刚开始的那个村子，刘备的老家。所以说咱们要到江夏来借船，找刘琦借船，坐船才能回河北去幽州。这里呢，刘琦是强行加入了，他可能是怕我把他船弄坏还是弄丢了，来监视我啊，那只能把他当军师了。其实他数值你看，武力67，智力183，速度80多，也就智力还勉强能看。看一下江夏的武器店哦，卖铁盾，这个铁盾可以买，给关平装备上。白马，这个白马是徐庶身上的。徐庶走了，那东西就放下来了。好，坐船回幽州。这一段原版是没有的。从渡口出来，向左上方移动，这里就是幽州城了。咱们开始的时候在这里和刘焉对话。在村子里其实还可以得到情报，说刘焉要去益州。应该是有人告诉刘焉，益州有天子之气。好，来到崔州平的家，告诉咱们诸葛亮已经回家了。那咱们再回来，再坐船回到诸葛亮这儿。那他弟弟说诸葛亮又出门了，这不遛傻小子呢吗？然后咱们回新野，回新野又得到消息，诸葛亮已经回来了。这个货是不是会传送啊？比咱们到的还快。来和这个家伙对话，得到一条信息，不能叫醒诸葛亮。我记得2代的话是需要和他对话的。这个版本叫醒诸葛亮应该是这样：你先调查他，然后选择不叫醒，然后等一会儿。这一会儿是多久呢？你等个30秒左右吧，然后他就醒了。这样诸葛亮加入，
这个游戏玩着玩着，逐渐的忘记副标题，因为2代的副标题是《孔明传》。这个完全版还行，因为后面还有大段的剧情，赤壁之战、荆南四郡、刘备入蜀、讨伐南蛮，还有灭东吴、定汉中、北伐，还有很多剧情，所以说诸葛亮出来的篇幅还可以。那原版的话就少很多了，因为没有东吴和南蛮的剧情，就感觉游戏过了1/3，诸葛亮才出来。这里在召开军事会议，武将站到两边，右边那个戴着圆亮帽的家伙，那是刘琦呀。这里就告诉他你可以走了啊，我们不用传了。看这个星爷修了一半了，咱们来拿一下隐藏道具。糜芳还在这里督造。这是诸葛亮自己带的装备啊。行了，去博望坡。这个版本的博望坡在新野城的西北侧，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曹操的军队来肯定是从北面下来。原版的话，博望坡在西南侧，这个我感觉就不合理。那这次呢，咱们顺道把宝箱都拿了，把这张图的宝箱都拿走。好，打架。诸葛亮武力122，122是没到50，127.5是50，所以说他没到50，大概48。咱们援军还没来，我这里只会一个夜火，不会炎热呢。那练级狠一点，这里就会炎热了，应该是20级出炎热，我好像18级。江夏城的训练所能够练到20级，好像需要花1万还是1万5。这就说明咱们的级别现在有点落后了，打得有点快。我感觉可以总攻了。张飞来了，后面还有一波，后面一波没出来，他们就趴下了。咱们去拿宝箱，宝箱大概有4、5个吧。周仓都上来了，周仓应该是没装备武器，看一眼吧。果然，铜斧我还给他留着呢。你看他这个铜斧攻击力22，周仓的武力210。关平呢，认了关羽做父亲之后是220。但是关平皮厚啊，所以这个阶段关平的出场率还是比较高的。拿完这个宝箱就可以走了。
回新野。刘备应该是要永久性的离队了，马上。刘表病情恶化，刘备的数值202、200吧。那这里呢会给安排一个替代刘备的角色，是刘封。但刘封的数值和刘备比就要差一截了，尤其是智力方面。刘表托孤。蔡瑁，蔡瑁在这里属于外戚了。蔡瑁去投降了。那咱们来到江夏，因为新野和荆州应该都被占了。行了，把刘备的装备扒下来吧。关键这把雌雄剑呢，雌雄双股剑，我怕他真的给带走。205、200，你看，很高了，综合素质比较好。刘备离队了。下面要收一个刘封。刘封也是用剑的，但是应该是没什么出场机会了。哎呦，不行，有一把好剑呢，我真还得让他出场。这关平要下岗，190、157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